今天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如果您现在还看不懂为何黄金未来有望再创新高，那您辛苦累积的资产可能就危险了。2026年才刚过去5个多月，我们已经在黄金市场上亲眼见证了一段疯狂的史诗级走势。黄金从2026年1月底突破最高$5500关卡后，隔天川普宣布新任联准会鹰派主席，在1天之内金价暴跌 10%， 随后在3月初反弹到最高$5400，隔天又因为宣布美伊战争开打，当天黄金大跌 5%， 并一路缓跌至$4100附近打底。随后金价经过反复震荡，在5月6日传出美伊有望和解，当天金价强弹 3%， 未来预计将在$4500至$5000进行箱型整理，并寻找突破箱顶的时机。相信许多投资人心里最关心的问题，就是黄金后市还能继续看涨吗？要真正理解这一波是世纪行情，不能单用简单避险2个字来带过，这背后其实牵涉到全球宏观经济的巨变、大国资金的流动，以及全球对货币体系信任度的重新评估。以下是本频道精心整理推升黄金长期看涨的背后4大因素。首先是全球避险情绪的彻底失控，这是推升金价最直接的燃料。过去这2年，我们看到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不仅没有平息，反而持续升温。中东局势反复，随之而来的是能源运输风险及成本的上升，加上全球贸易摩擦增加，逆全球化供应链重组带来的摩擦成本，让市场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严重担忧。当市场开始担心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时候，资金有一种天然的本能，会疯狂流向黄金。因为在现今的系统中，黄金本质上已经不是一种普通的商品，它更像是全球金融体系里面的终极抵押品。当大家不再信任纸钞，不再信任单一货币体系时，资金自然就会涌入黄金避风港。第二因素，美元体系的走弱与联准会的动向。黄金和美元在历史上通常呈现反向关系。自从2025年以来，市场对于联准会降息的预期不断升温，导致美元指数持续回落。当美元的购买力下降时，全球资金就必须去寻找能够保值的资产，这时候黄金的吸引力就明显提高了。而且美元走弱就代表非美元国家购买黄金的成本实质上是下降的。当这2股力量叠加在一起，直接推动了全球实体黄金的需求，这也反映出全球资金正在重新定价美元的信用，同时在极大程度上支撑了黄金的涨势。第3因素就是全球央行疯狂购买黄金，这是这一波黄金超级牛市中最不容忽视的力量。全球各国央行，尤其是亚洲与新兴市场国家，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增持黄金储备。为何这些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机构要这么做？原因很现实，黄金没有信用违约的风险，它不依赖任何一个国家的主权信用，不会被美国制裁，不会被轻易冻结。这种分散外汇存底风险的需求，让黄金重新成为全球资产配置的最核心储备。国家级别的长期资金持续买入，不仅垫高了黄金的底部，也支撑了黄金在创下高点后没有出现崩盘式的回档。第4因素，
则是华尔街 ETF 资金的大举回流。在过去今年，当美债值利率波动大，美股估值被认为过高，加上全球经济成长出现放缓迹象时，华尔街的机构资金也开始大举配置黄金 ETF。 过去黄金常被讨论的一点是它不升息，但是随着市场对未来联准会利率预期的下降，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降低了。大量机构资金的流入进一步强化了黄金的上涨趋势，把金价推向了热潮。目前市场上分成了两派阵营，多头阵营认为全球央行目前仍在持续买入，美元长期的信用压力依然存在，全球主权债务问题非常严重。因此，不少机构将未来的目标价持续上调，认为突破$5000只是基本面，未来还有空间。空头阵营则警告，高档累积的获利了接卖盘巨大。如果未来实际利率出现反弹，或者地缘政治的避险情绪降温，黄金短期内极有可能进入大等级的调整，甚至部分机构会将短期目标价下调。谈到这里，回想奇股神巴菲特有一句经典名言：价格是您付出的，价值是您得到的。在这波行情中，这句话非常值得深思。当我们看到黄金价格突破$5500时，我们看到的只是价格的飙升。但投资人真正应该思考的是，这些疯狂追逐黄金背后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当今全球黄金的强势表现，本质上就是全球资金对于未来通膨压力、法定货币购买力下降的一种防御手段。各国央行和大型机构买的不是单纯的黄金，买的是一份对抗货币购买力流失的保险。同时，巴菲特也反复强调，风险来自于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现在很多投资人看到黄金大涨，就盲目跟风追高。历史高点的出现，意味市场情绪已经极度亢奋。如果只因为看到价格上涨就冲进去，却不了解背后的真实利率变化与宏观逻辑，那么承受的将是极大的波动风险。如果您希望在投资组合中做好稳健的资产配置，绝对不能只看新闻上透露的表象，更要学会看懂一个核心指标：美国的真实利率。真实利率就是名目利率扣除掉通货膨胀率之后的真实报酬。投资界往往把这个指标作为判断黄金后市走向的关键参考。真实利率下降的走势是，如果联准会降息的速度快于通膨下降的速度，这会导致真实利率走低。在这种环境下，把钱存在银行的实质购买力是受限的，这时黄金通常会持续展现强势，资金会倾向流入黄金市场避险。另外则是真实利率上升的走势，如果通膨被有效控制，但联准会维持较高利率，或者真实利率重新走高，这时候持有现金或债券的吸引力就会增加，黄金价格往往就会面临压力，市场的热度可能会随之回落。因此，未来黄金能否再次突破，关键点就在于联准会是否真正进入一个长期的降息周期。面对目前多空双巴的高档震荡行情，建议一般投资人应该从以下几个专业角度来执行投资策略。第一，严格执行分批建仓。历史高点的出现意味短期内的价格波动风险增加，您绝对不该把所有的资金在同一个价位一次性投入。
而是透过分批买入的方式，可以有效建立平滑价格波动的曲线，大幅降低买在最高点的风险。这也是保持心态平稳的重要关键。第二，关注宏观因素的变化。黄金价格受到国际局势、通膨预期以及美元走势的影响非常显著。作为一个成熟的投资人，您应该将目光放远，密切留意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全球通膨数据以及宏观经济指标的实质进展。第三，坚持长期资产配置的观点。黄金最核心的属性是保值与避险，这决定了它在财富规划中更是合作为长期的资产配置，用来平衡投资组合的整体风险，而不是拿来作为短期频繁进出的投机工具。总结来说，理解真实利率的运作机制和宏观环境的演变，才是您判断黄金价格走势并且制定出稳健投资策略的真正核心。请记住，历史高点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恐慌讯号，它更是我们审视现有部位、优化资产配置的参考点。无论未来的局势如何变化，从中长期的宏观格局来看，黄金依然具备极为强劲的避险与保值属性。对于追求资产稳健的投资人来说，在投资组合中维持合理的黄金配置依然是十分合适的选择。在未来的市场中，我们将会看到价格的波动率会加大，短线进出的资金会明显增加，政策预期对金价的影响力会加剧，而美元走势与利率变化将成为核心变数。一个真正成熟的投资者不会去盲目追逐短期的黄金最高价，而是会冷静地关注推动黄金上涨的底层逻辑与宏观框架是否有发生改变。维持客观，坚守纪律，才是长期累积财富的不二法门。如果您不想在累积财富的道路上盲目犯错，请务必订阅本频道。您每一次观看所投入的时间，都将在未来转化为更清晰的判断以及更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的专注聆听，我们下集再见。祝各位投资顺利，拥有平静且充满智慧的一天。